太平年最新剧情来了，这面到齐，大家轮番披上一批，权当富贵共与之。上一期吴越和南唐进行了战船贸易，赵匡胤却没有因此动怒，而是把精力放在了北宋的改革上面。这次改革的钢刀，便是与豪门大家没有任何关系的平民出生的司马普。削藩是司马普提出来的，可是当赵二郎提出他和赵匡胤商量出来的削藩3步策略之后，司马普的脸色明显不对。这便是陛下与大王所拟的削藩之策。司马普的削藩是为了天下百姓，是为了日后避免兵乱，而赵家两兄弟的削藩之计却变成了清除异己的政策。尤其是陈桥兵变的班底是一个没动，但是司马普的义正言辞可是把赵匡胤骂蒙圈了。司马普，你不要太放肆！这次赵匡胤忍无可忍，直接骂了。而这次是司马普反过来拉住了赵匡胤的手，既要报效知遇之恩，哪能不死谏？这一连番的反问轰炸，直接带出5代10国乱象频出的根本原因。赵匡胤与赵二郎均哑口无言，虽说事实确实这样，但是普通人想做到大舍大得何其艰难。可能此时当了几年皇帝的赵匡胤已经忘记了当时说的话。我可以做这个天子，却不是为了尔等的富贵，而是为了使尔等一日再不必有今日这一遭，是为了这个纲常颠倒、太阿道耻、苍生离乱的世道再不要回来。而这时候的司马普依然在钢丝上跳舞。要知道，如果赵匡胤不能重拾初心，那么第一个死的便是他。司马钦，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司马普，仅用唇枪舌剑，便将从千万军中喋血厮杀当上皇帝的赵匡胤逼至无路可退的崩溃边缘。画面一转，那个杀死西蜀3万将兵的王全斌被押赴汴京，死罪当以折刑，夷其族之礼。正当所有人都以为王全斌满门要凉透的时候，司马普举手发言：“陛下，臣有话要讲。”司马普，这时候的赵匡胤并不想听这个事实跟他唱反调的司马普开口，可惜也来不及阻止。若论有罪，今日帐下人人有罪。司马普没走科举正途，2不会攀权富贵，3又非世家子弟。众臣直接谏言要杀掉这个口出狂言的司马普。可这时候赵匡胤展现出来了他的气度，以杀止杀不是法度，是血债。在那样一个把人命当草芥的年代，要不杀才是最难的事情。前有吃人将军张彦泽杀子整肃军纪，后有吴越水丘公一家被胡令公弹指间全灭，最近的郭威全家老幼168口人被皇帝猜忌致死。几乎解决问题的方法似乎只有杀人这一种方法。司马普说的没错，如果杀人成了习惯，那这样的乱世还要存在多久？自古杀人易，诛心难。臣并不曾讳言王某之罪，残民之举，何在呀？司马普说完之后，见赵匡胤并没有附和，最后司马普跪地辞官，甚至是厚脸皮的主动要赵匡胤的态度，但是幻想依然破灭。陛下，陛下，陛下珍重。司马普走出营帐，看着即将被砍头的将士，他将象征着身份的鱼袋扔给了小兵，同时也是把这份知遇之恩还给了赵匡胤。说与官家听。很快，司马普的死讯就传到了中军大帐，赵匡胤猛地起身出门而去，众大臣尾随其后。营帐外，风卷残旗猎猎作响，血未干的肩幕旁躺着一具尚温的躯体。
赵匡胤看着这位以骨血为墨的布衣剑臣，缓缓蹲下身。闻死谏，无死斗，都有一番向死而生的勇气。就这样，司马溥仪一人之死换万人生，也从此刻开始，风气变了，迈出了乱世不杀的第一步。画面一转，赵匡胤设宴招待手下的众将领。诸位兄弟，可还记得今日是什么日子？一声大笑，赵匡胤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真是过来人，又有什么不知道的？批与不批，又岂是自家说了算的？很显然，亲身经历了3次黄袍加身，诸多誓言在大事面前毫无作用。这便是乱世之中的风气。所有的兵士投身效死，不是为了忠义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是为了那一口饱饭，一个改变命运的前程。可是如此往复，反复如此，这太平年的一碗酒何时能喝的？官家所言，实非人臣所能预闻。臣等只是一众匹夫而已。这二郎这时候出来唱红脸，助攻赵匡胤。聪明的将领已经知道这话里话外的意思，纷纷愿意交出兵权，回归故里。臣请辞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知县差遣，弃骸骨，还乡终老。臣请辞，报禁军节度使。1岁的廖凤就是4800。深深地指出来唐朝以来的制度的问题。之前的节度使军政一把抓，导致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中央号令不出汴京。而今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从身边亲信大将开始逐步削夺节度使实权，将禁军统帅权收归枢密院，地方精兵悉数调入京师编为禁军。从此兵权归于制度而非人臣，将帅担掌训练之责，不设调遣之权。的所有人，而南唐的李煜并没有要和平的意思，一心想着要战便战。这时候南唐上下唯一看得清的李元清说话了：臣有上中下3策，为今之上策，请陛下清理土地、军民、钱粮，造册明白，据30州之地，以归宋国。一番上策，李煜充耳不闻，而这一番下策之计，竟让李煜听得连连夸赞。殊不知已经大难临头。潘美为行营兵马都监，督水陆大军10万，征讨江南，调民伐罪。这一封国信很快就传到了吴越，而九郎也马上开会讨论军粮转运的事项。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一封急信，南唐派遣李元清来了，目的正是联合吴越抗击北戎。九郎不便出面，直接让养子钱维志去探虚实。当然，钱维志开场就是祖训：吴越国有定制，前世亦有祖训。勤修共事，尊奉天子，善事中原大国。李元清自然是老狐狸一只，直接开门见山。这些场面上的话，便不必再多说。郎君只需将老夫待我主提出的盟约之条款回禀你家父王即可。可惜钱维志却有当年九郎的风范，当场提出300万两米的条件，明摆着要坑李元清第3次。你是怎么想的？众人都认为钱维志想法太过于单纯，可谁知钱维志的真实目的并不是2米，而是崇明镇。这时候众臣又开始质疑：崇明镇名为军镇，然而实际不过只是2处露出水面的沙洲，地处海口，大多数皆为浅滩，四周海路航道虽宽阔。崇明屯粮为的不是江东3州，对吧？
哪料所有人都听不懂钱维志的计谋，九郎却懂了。但你能想到，李元清那等老江湖未必想不到。你去要，他便肯给吗？儿臣去要，李元清必然是不肯给的。然则若阿舅去要，说不定是肯的。哦，我果然让孙承佑去是有原因的。第二天，钱维志便提出了300万2米的条件，李元清自然是不答应。第3天，孙承佑见了李元清。要知道，李元清乃是秦淮社主，孙承佑是黄龙社支主的儿子，说白了都是江南一带的生意人。一番客套话之后，李元清开门见山：足下的意思是，白得江右6州，前王不敢，但私下与我朝同仇敌忾，共抗北朝。由于祖训的缘故，吴越所有事情都不能答应。但是如果以孙承佑的黄龙社去谈，那便有的谈。就这样，李元清掉进了钱维志的算计里。若是老夫不向吴越结，可惜李元清肺腑之言，群臣都没听进去。就这样，南唐后主李煜吞了这杯饮鸩止渴的一杯酒。孙承佑很快与南唐完成了交接，并且第二天借犒劳南唐将士的名誉与南唐守军喝酒。承蒙太尉不弃，多的孙某不敢许。第二天，九郎召开会议，说钱维志就像年轻时的自己，于是派遣钱维志去北宋面见赵匡胤。刚一见面，少年郎，近前来。再近些。另一边，南唐唯一清醒的人李元清找上了孙承佑，目的是想用秦淮社换自己的活路，而他没有把秦淮社直接献给吴越王九郎，而是献给了九郎次子钱维，这样秦淮社与黄龙岛强强联合，九郎小舅子、九郎亲儿子的势力则会极其庞大。赵匡胤那边已经召开了战前会议，若是将镇海军的老将郑彦华算进去，臣的胜算实在只有5-5之数。当以汝为世子。很显然，李元清真正的目的就是让钱九郎的2个儿子争权，但是那已经是南唐覆灭之后的事情了。画面给到了九郎亲儿子钱维，似乎预示后面会有大麻烦。果不其然，九郎给了钱维监国大权。几天后，李元清成了钱维智囊。几天后，九郎也挥师北上。敢叫元帅知道，某家自从追随当今天子以来，你是天子吗？这个丘八狗仗人势在九郎面前狂吠，但是于丈子出身的九郎怎么会吃了这个亏？你是太师、枢密使，哦，受天子所托。最后，九郎掏出杀手锏，这个丘八自取其辱。末将奉诏滚！末将遵命。当然，停船不前也是有原因的。九郎是在等一个时机。很快，北宋水军势不可挡，接连破了南唐诸多战船，军情传到了南唐朝堂之上。而九郎等的时间快到了。谁能救得了江州？使臣的试探以失败告终，北宋军队奇袭南唐北线。陛下，采石矶，采石矶，宋军克采石矶，距京师仅160里。你什么情报和准确？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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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海军、湘阴军一并西调，往援采石矶。郑彦华、白河州兵马都部署此前缘。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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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南唐最后的依仗，镇海军被调去支援北面战场，可惜供给不足的镇海军结局已经很明显了。一刻都等不起。走吧，这条路
走了60多年，也该走到头了。这时，吴越九郎等的战机终于来了。大王，郑燕滑动了。九郎下令阿平出击。万事皆定的时候，监国前委与敌国的李元清分析战局。李元清动了。世子殿下的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啊？臣下说过，世子为监国，不当做的事情，万不能做。我便是一有老将军之言，这才做了许久的泥胎木偶哑巴。臣下还有第2句话：揽在手中的军功，万不可弃。李元清以乱世铁律劝谏前委，当了监国，当了世子，却不一定能当了吴越王。只有拥有不世战功，才能坐稳江山。而这不世战功，便是在南唐全线溃败之时，让前委出兵摘桃子，直取南唐首都，挂上吴越的军旗。观众们可能都明白，如果此时前委出兵，南唐兵败，却不是战争结束，而是另外一场大战的开始。自此，太平年第43集完，明天继续更新后续，敬请订阅。只需一封大王的诏命在手，此6州顷刻之间便可更易其职，由南唐李家的郡县变为我吴越前世的疆土。